清明连假快到了，很多人扫完墓或是去野外露营回家后，开始发高烧、头痛、全身酸痛。你以为你只是太累，或者在山上吹风感冒了。你去看了医生，吃了感冒药，但烧就是退不下来。接着，你可能会开始出现恶心、呕吐，甚至恶化成心肌炎、急性呼吸衰竭或脑膜炎。这不是新冠，也不是流感。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草丛里一种几乎肉眼不可见的幼虫给咬了。欢迎来到小小观察大大检验频道。今天我们要用检验的角度拆解一种如果不治疗的，它的死亡率历史上曾经记录高达60%，却常常被当成感冒的第4类法定传染病——恙虫病。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罕见的热带疾病。目前全世界有10亿人口居住在恙虫病的流行区域，每年据估计有将近100万人感染。在台湾，光是今年到目前为止，全台就已经累计了25例的通道案件，而且不仅限于东部，西部县市也都有病例。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有一位23岁的医学院学生去花莲参加社团活动，回宿舍后开始出现头痛、咳嗽、高烧和肌肉酸痛。听起来是不是就像一般感冒？他也是这么想的。结果治疗了5天，烧完全退不下来，皮肤还开始出现红色斑丘疹。最后去就医时，才发现他颈部淋巴结肿大，而且下背部竟然有一个黑色的疤痕。这才揪出真凶，他感染了恙虫病。这里才是问题的核心。恙虫病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的完美伪装。它早期的症状，持续性高烧、头痛、背痛、咳嗽，这跟重感冒几乎一模一样。但如果你把它当感冒治，病原体就会在你体内肆虐，引发严重的并发症。那到底什么是恙虫病？很多人以为是被虫咬了，虫子本身有毒。其实不是，真正让你生病的是躲在恙虫体内的一种细胞内寄生的细菌。过去医学界称它为恙虫病立克次体，但后来研究发现，它的基因组成跟其他立克次体明显不同，所以现在已经被独立出来，正式更名为恙虫东方体。很多人忽略的是，传染这个病原体的媒介跟你想的昆虫不一样，它叫做恙螨，是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微小生物。我们来把它的生活史拆解一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防不胜防了。恙螨的一生大约2个多月，会经历卵、幼虫、若虫、成虫4个阶段。其中，长大后的若虫跟成虫都住在土里，以吃其他节肢动物的卵为生，完全不吸血，是无害的自由生活者。真正危险的只有刚孵化、长着6只脚的幼虫时期。更可怕的是它的传播机制。当一只带有恙虫东方体的雌性成虫产卵于潮湿的土中时，这只妈妈会透过一种叫做垂直传染的机制，直接把细菌传给下一代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幼虫一孵化出来，体内就已经带着病原体，具备了永久的传染力。自然界中，它们真正的宿主其实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。这些带菌的幼虫会爬到植物或草丛的地面，等着老鼠经过，伺机附着上去吸食体液。也就是说，人类其实只是偶然宿主。当你清明扫墓，穿越杂草丛时，这些微小的带菌幼虫就会附着到你身上，寻找皮肤柔软的地方。接着，它会分泌唾液，溶解你的皮肤组织来吸食体液。这个过程可能数小时至数天，直到饱足后才脱落。在幼虫持续叮咬、分泌唾液的过程中，潜伏在幼虫体内的恙虫东方体就顺势传染给了你，引发后续严重的感染。而且，因为它的唾液有麻痹作用，你完全不会感觉到痛。那在医院里，我们是怎么把它抓出来的呢？这就是检验医学发挥价值的时候了。而且这几年我们的武器有很大的进化。早期医院最常用的是一种叫做 Weil-Felix 的血清检验，但这个方法的敏感度不高，而且如果你同时感染了其他细菌，比如变形杆菌，它还会出现伪阳性，所以现在医学界已经不建议用它来确诊了。现在我们有2种更精准的武器，第一种是抗体检测 IFA，我们会抽血清，看你体内对抗恙虫东方体的 IgM 或 IgG 抗体有没有飙升。第二种是 PCR 分子生物学检测，
我们可以直接在血液，甚至是那个黑色的交加伤口里，直接抓出病原体的 DNA， 这对早期确诊非常关键。既然有这么好的检验方法，为什么还是有人会被误诊？真正困难的不是仪器不够先进，而是临床的灰色地带。医师判断亚虫病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实体线索，无痛性交加 eschar。被幼虫叮咬的地方，大约有50%到80%的人会出现一块黑黑的，像烤焦一样的结痂。问题往往出在这里：第一，不是每个人都会长交痂；第二，就算长了，因为幼虫喜欢挑隐秘的地方咬，像是属膝部、腋下，或是刚刚那个医学生的下背部，患者自己根本没发现，就算发现了也不痛不痒。这导致很多病人去医院时，只说自己发烧头痛，医师如果不把衣服掀开来仔细找，或者病人没有主动告知医师曾去扫墓、接触草丛或山区，这个致命的线索就会硬生生被错过。好消息是，这是一个只要及早发现就非常好治的疾病。临床上的特效药是4环霉素类的抗生素，例如 doxycycline。如果是孕妇感染，现在也有 azithromycin 可以安全替代使用。只要用对药，大部分患者在48小时内就会明显退烧，适当治疗下，多数情况致死率可降到1% 以下。所以，真正的关键在于预防与主动告知。清明节出外扫墓，请你一定要做到这几点：一、物理防御最有效，尽量避免进入草丛。若必须进入，请穿长袖、长裤，并将裤管扎进袜子里。二、挑对防虫产品，一般的天然防蚊液效果有限，要在暴露的皮肤上涂抹含有敌避浓度10%到30%的驱虫剂才真正有效。儿童建议不要超过10%。三、回家立刻洗澡换衣，离开草丛后，尽快沐浴换洗全部衣物，并仔细检查皮肤有没有被咬的痕迹。四、就医的救命通关语，如果你在扫墓后的1到2周内出现不明原因的持续高烧，去看医生的时候，请务必主动说出这句话：医生，我最近有去扫墓。这句话可能就是帮助医师想到第4类法定传染病，进而救你一命的关键。影片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历史小常识：我们遇到好久不见的朋友，常常会问候一句“别来无恙”。你以为这个恙是指一般的疾病吗？其实，在唐朝的匡谬正俗中就有记载：“恙，是人虫也。古者草居多以此害，故相问劳曰无恙。”因为古时候的人多居于草野之间，非常容易被恙虫叮咬而送命，所以见面时确认对方这段时间有没有被恙虫咬，就是最真挚的祝福了。如果你觉得这样用医检角度拆解生活真相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准备去扫墓的家人朋友。多知道一点，风险就少一点。我们下集见，祝大家别来无恙。